魏无羡突然抬头看向蓝曦臣，记得什么？等等，曦臣哥，你不是有个妹妹叫蓝湛吗？蓝曦臣说起蓝湛，这可以算是魏无羡小时候的白月光。他和江澄一起住在机关大院里，院子里一共住着3、4户人家，邻里之间交往都融洽，小孩也经常一起到院子里撒野。当然，这个撒野仅限于以魏无羡为首的一群人，至于对门的蓝家，那可就是另一番场景了。蓝曦臣年龄比他们大些，成绩又好，性格也好，常常被于夫人拿来当别人家的孩子教育自家2个淘气鬼。而后来魏无羡被踢到蓝家借宿几天，顺带接受蓝启人的教导，这才发现原来蓝家还藏着一个惊为天人的小美人。小魏无羡当场差点没看出鼻血来。这个姑娘不仅生得白净，眼睛也贼好看，气质那叫一个冰清玉洁。更关键的，她还留着及肩的头发，用白色的发带扎起来，露出一小段好看的脖颈。小魏无羡已经原地升天了，然后他伸出颤抖的咸猪手，轻轻地拽下了她的发带。他发誓他不是故意的，但因为刚见面就干出这种事情，估计被蓝湛恨得咬牙切齿，以至于后来每一次见到他，眼神里都跟淬了冰似的。但小魏无羡脸皮厚啊，锲而不舍呀，一有机会就抓蓝湛来一起玩啊，请他放风筝啊，揣了江厌离做的糕点翻窗户去找他呀。戏经上生完过家家的时候，自己演皇上，然后费尽周折的让蓝湛来扮演自家皇后，花样百出。不过无论他怎么费心思，小蓝湛都不屑于分给他一句话，更是没有好脸色看。魏无羡想不通，你就真的那么讨厌我？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？管他的呢，魏无羡心态特好，反正长大了，有钱了，他肯定会把她娶回家的。不仅这么想，魏无羡还就真这么说了。搬出机关大院那天，他踩在搬家公司的卡车上，朝着蓝湛的窗户大喊：蓝湛，你等着，长大了我一定回来娶你。声音又轻又脆，整个大院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蓝家的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。为这事儿，江厌离和江澄嘲笑了他足足2个月。11. 忘机小时候长得很清秀，母亲有时候开玩笑说，要是忘机是个小姑娘就好了，一儿一女就齐全了。蓝曦臣想起小时候的事，也是止不住笑，还扬言要给忘机留长头发。忘机生了好久的闷气呢。后来母亲去世以后，忘机很久不愿意出门，头发续长了也没剪，用白色发带捆起来，就当是守孝了。蓝曦臣似是觉得提到这些伤感事不太好，话锋一转，语气轻松道：原来无羡一直以为忘机是女孩子啊，怪不得你之前还说要娶忘机呢。又白又漂亮，长头发还不说话，谁他妈能想到这个姑娘昨晚上把自己弄得连连求饶呢？魏无羡瞬间被这盆狗血浇得透心凉，当真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。江澄他们边说着话边走远了，将空间完全留给他们2个。魏无羡放下酒杯，颓唐地坐在黑皮沙发上，等从震惊之余缓过来，他突然感觉有点难过。魏无羡觉得自己本来应该高兴，就好像为了通过考试无所不用其极，最后却得知自己其实是内定保送。就比如他抠破脑袋的追蓝忘机，结果最后才知道原来缘分埋得那么早那么深。但一想到自己这段时间为了得到对方喜欢的表演，在蓝忘机眼里究竟是怎样拙劣的伪装和谎言，他心底就充斥着满腔无处发泄的委屈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谁，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是不是？他想到那些完全不合身的西装，清淡到令人发指的饭菜，听起来如同魔音贯耳的古典音乐。好玩吗？蓝忘机，你看着我这样好玩吗？小时候也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，反正我就一直追在你后面跑，你就冷眼看着我白费劲就行了。愤怒、不甘、憋屈种种情绪一时间在这个人身上体验了个透，魏无羡几乎要被气笑了。他把脸埋进臂弯里，叹了口气。他也知道应该理智一些，跟蓝忘机道个歉，把话说开。反正实习完了人就走了，以后相见避免尴尬。但蓝忘机依旧淡漠的脸色，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让他干脆破罐子破摔。既然完美人设倒塌成了一片废墟，
谁又会在意这里面会不会多一块残瓦？蓝湛，你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骗我有意思吗？蓝忘机顿了顿，我怕说了反而尴尬。魏无羡哈哈大笑，对，你是不尴尬，尴尬都让我一个人占了。蓝忘机想去抓他的手臂，却被魏无羡一把甩开了。蓝二公子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从一开始不该骗你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的错，行了吧？但是魏无羡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，甚至带了点鼻音。你明明该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的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眼神无奈而又认真，我知道。魏无羡今天有点上头，差点一句你知道个屁就给人对过去，好半天才憋住了。所以你现在知道我是个嗜酒如命、无辣不欢、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了。我既欣赏不来什么古典音乐，也不想坐下来看书写字，没事儿就想去赛道上飙飙车，在网上打打游戏。魏无羡已经开始了自暴自弃模式，聂怀桑说对，我跟你八字不合，反正我喜欢的你都不喜欢。感情不能强求，我们还是分了吧，你还是去找个成熟稳重、大方温柔的姑娘吧。谁告诉你，我喜欢这样的人的？魏无羡呆呆地抬起头，那被酒精烧过的脑回路绕了9曲18弯。然而还没等他琢磨出来，蓝忘机已经扳过他的下巴，毫不犹豫地吻了下去。魏无羡眨了眨眼睛，愣了几秒，赶忙去推男人的胸。你放开，被长辈看见了怎么办啊？蓝忘机似乎对他的分心极不满意，让他们看。魏无羡，你别这样，我害怕。我的确不喜欢这些东西。蓝忘机揉了揉他的头发，轻柔耳语地说，但我没说不喜欢这样的你。魏无羡被吻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过了好半天才红着脸评价道，蓝忘机，你这人真是太操蛋了。蓝忘机沉默着没说话，估计魏戏精要是知道他心里觉得他蹩脚演戏的样子可爱的冒泡，明天他就要被开除了。